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。尊敬的各位面粉们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我想大部分人都是被套住了，对吧？那这种大面积性的，几乎是毁灭性的下跌啊，大家都受难了，并不是个别现象啊。所以说呢，你被套了，别人也被套了，没什么可恐慌的。可能有些急着用钱的短线手们会很害怕因为急着用钱嘛。但是呢，这种现象呀，这种大跌呀，对于经济富裕的人来说，他们根本就不慌。由于这几天的下跌啊，已经这个力度也比较大，持续的时间也不短了，导致了很多观众都心慌啊。有人给我发邮件，有人给我发消息询问我，是否要考虑割肉呀？那么针对割肉这个问题啊，面具人我今天会重点的、深度的来给大家解释的。相信你们仔细的听完今天的节目，就会有很大的收获。因为呀，这个新手或者是人在恐慌的状态下去割肉呀，往往会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的。那这个咱们在节目的最后环节来讲，你们听完了以后，一定会对你的这个经济呀，以及接下来的币的操作，避险有很大的帮助。首先来说一下面具人，我发现这一次的币圈暴跌的一个真实套路啊。等一下，我先说一个提醒啊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顺便呢把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，就可以参加抽取本月的$500直接转账的大奖哦。我直接给你转钱，能帮你回点血吗？只要你积极的转发。还剩3天时间就开奖了。好，先来看一下今日的猛币 Matic， 从 1.7 直接涨到了 2.16， 单日涨幅已经达到了 20% 以上。和我上期节目中提到的，我说 Matic 它是强共识链啊，它比较稳定，缩水的幅度也比较小啊，这个可以考虑一下。好，再来说一下印度神童啊，这个印度神童他的预言确实又中了大家来看图。有网民翻出印度神童阿南德曾经预言，加密货币价格会在11月底前破纪录。真的破纪录了。但是呢，阿南德还说了，在11月21日这个时间点以后会大回调，甚至是泡沫破裂，直到12月10号达到巅峰。你看这个时间点上啊，就是与比特币这一次的下跌啊很相近啊。那这也算是让他说中了。其实印度神童还有预言呢，他说到2022年3月到4月间啊，这个经济泡沫破裂的幅度会非常的大，可能性也会非常的大。建议投资者们到2022年3月份到4月份之前啊，将投资保持在最低限度那这是玄学啊，也有可能是阿南德放消息面砸盘，然后嘞配合机构抄底儿，对吧？这个可能性也存在，这是玄学，大家听一听就行了。面具人，我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啊，目前呢，你们看啊，非洲变种病毒又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和困扰。好不容易这个疫情呀、疫苗呀搞得还不错啊，慢慢有缓和的趋势。可是呢，这个变种病毒一出来，该封城的封城，该不让旅游的又不让旅游了。然后呢，又得紧急的研制新疫苗。你说2个月前有那个德尔塔，然后又过了2个月，又出来了非洲的这个奥密克戎。那我问你啊，别，那我就想问一下观众啊，你看，万一再过2个月又有新的变种病毒出来，那这可咋办呀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未来呀还是一片灰暗。目前呀，你们看，全球房价都在飙升，为啥？因为实体生意不景气，大家不知道把自己的钱该投资到哪儿去。现在的投资无非就是2大块，一房地产，二互联网金融。那这个房地产投资的门槛又太高，中下阶层的人他肯定挤不进去，所以呢，中下阶层的人除了搬砖，也就只能投资互联网金融了。而中下阶层的人普遍又碍于教育资源、生活环境的限制，所以呢，这类人他们普遍的认知力比较低下，好控制、好骗、好哄。那么这类人也通常都是政客、财阀们的割韭菜对象。
那这层生态依托是绝对不能打破的，因为这类愚蠢的人存在，这种底层人、疲民、弱民、愚民的存在，那这些上层的人才能去割他们的韭菜。正所谓愚民武术，要制造愚民、疲民啊，把这些人弄笨，然后让他们挣扎在生死疲劳线上，然后他们才能从这些人身上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。可是呢，你们再想一下啊，虽说上层人是靠割底层韭菜而生活的，那这些底层韭菜们又何尝不是伸着脖子等着被割呢？正所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就像那大陆的小粉红一样，天天高喊着拥护共产党，殊不知，他们心里面也清楚，共产党割他们割得最狠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是要拥护共产党。就跟那些个币圈的这些底层的比较笨的人啊，学习能力又差，判断能力也差，但是呢，这些人却每天都在想着如何靠互联网金融一夜暴富翻身儿。所以呢，上层也就靠着这帮人割韭菜赚这帮人的钱啊，靠着割这些底层韭菜们的信仰来赚钱。所以呀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，上层的人割下层，底层的人呢又想往上冲，这个食物链是不可能被打破的，一个需要一个，一个套一个啊。上面的人需要下面的人，下面的人也需要上面的人，所以呢，这个环是解不开的。那说到这儿了啊，上层割底层韭菜，就要说到最近的暴跌割韭菜的元凶了。目前出货量最大的交易所就是币安、火币、欧易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是这三大交易所出货量最大呢？大家来联想一下啊，火币预计在12月15号清退大陆用户，欧易也是，币安能晚一点。那这就是问题所在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的币冲到中心化交易所里面，其实就相当于你把钱冲到了中心化交易所的钱包里面，你的钱在他的口袋里，你的币、你的钱都是人家可以支配的，并且呢，人家是拥有最终解释权的，人家是可以拿你的币和你的钱去拉盘、砸盘、放贷之类的。其实这个原理和银行是一样的。如果说各位用户们、各位观众们，大家都同一时间的去提交易所里面的币，就会发生挤兑，那么交易所就会倒闭，明白吗？交易所是无法应对这么大的提币量的、提现量的，因为它没有这么多的钱，这么多的钱早就被拿去干别的事儿了，明白了吧？所以呢，你看，这些交易所经常就是一旦资金周转不灵了以后，就是搞什么服务器维护呀、维修呀、拔网线呀、禁止提现之类的啊。而且呢，还有更猛的大招，就是禁止提现加砸盘套餐一方面不让你提现，另外一方面呢，继续砸盘，把这个盘砸的跌的你看得害怕。所以呢，这个禁止提现加砸盘让你不慌都不行。一方面呢，你看你提不到钱包的币本身就容易拿不住，因为它放在交易所，你手一抖就能把它卖掉，对吧？就因为这个币从交易所提不出来，如果说能提到钱包里面，可能你过一段时间就忘了，不去想这个事情了。可是放到交易所里面，你总是会手痒痒，然后呢，刚好再看到砸盘了、大跌了，然后呢，心里面就慌，再配上那些个网军博主带节奏，说，哎呀，熊市来了，快跑呀，割肉呀，然后呢，你就真的忍不住把这些币卖掉了，割肉了。所以说呢，禁止提现加砸盘会让你忍不住去割肉，明白吧？能忍住的人算少部分你就会忍不住的去点，然后呢就把自己的币给割肉了。这些战术，交易所里面的这些操作方式，其实都是有它的心理学、营销学基础的。他们的这种行为是有大数据支撑的，是非常科学的。而且呢，刚才说到了清退了，对吧？各位观众，咱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我刚才说过了，如果说这些用户们、这些会员们把自己的钱提出来，那交易所是承受不住的，明白了吗？同理我们来思考一下清退是不是要把人家的钱退给人家？
清退是不是就意味着要把这些会员们的钱还给他们，要把币吐出来？那这可不行。你们要知道，这些币早就没了，这些币早就被他们用掉了，明白了没有啊？他们拿这些币拉盘砸盘，拿咱们这些储户们的钱去搞，搞完了以后，他套完利了以后，才会把本钱给咱们。如果说来不及周转，那就拔网线嘛，对吧？清退也是一样的，他们肯定是不乐意把钱清退给你的，那怎么办？嘿嘿。最好的清退方式就是把这些韭菜们的钱亏光爆仓，让他们割肉，对不对？那钱都亏光了，就不用退钱了嘛，是不是？钱都没有了，钱都亏没了，还清什么退嘛，对不对？这一招的确是高明 ，but 面具人我说了，涨有涨的玩法，跌有跌的策略。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割肉，那么就代表着你正好中了这些交易所们的圈套，那你就是纯纯的韭菜了。现在割肉划算不划算啊？咱们来算笔账。前提是咱们持有的这个币是正常的、安全的币啊，有正规审计的币，比如说企鹅币。你们看这2天企鹅币依然是稳得很，把这些土狗除外啊，把这些割韭菜的币除外。那么我们玩正常的币割肉的话，一般有2种情况，那就是现在跌了你割肉，然后呢，一卖它就涨，刚割了没多久，这个币又涨回去了。可是呢，涨回去归涨回去，但是你的仓位没有了，那你这就相当于是铁亏，亏定了，对吧 ？OK。第2种情况就是你现在割肉，它还继续向下跌，然后呢，面具人，我想问你们啊，在这个时候你还进场不进场啊？你已经把你的肉腰斩割肉了，没有了，本金只剩一半了。然后呢，比如说你再低一点，这个点位进场了，对吧？进多少啊？又或者说，在你犹豫的时候，人家从低点又涨回去了啊，那你的本金等于说是白费了啊，白割肉。又或者说是，你割肉了，然后呢，又在这个点位又买回来了，等它又涨回去了，那等于说你的本金还是没有啥变化嘛，对不对？并且呢，还亏手续费。所以说呢，割肉呀，无论是上面的哪种结果，都不是很明智。割肉实在是无奈之举，而且呢，一般来说是因为碰到了那些崩盘币呀、割韭菜币呀、土狗币呀。割肉是属于保命的现象，因为你不割，接下来你会更惨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持有的是正规的币、安全的币啊，那你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种问题，因为跌又不是你一个跌，现在是整个市场都在跌，要死也不是死你一个嘛，对吧？啊，就像地球要毁灭了，你还用纠结啥嘛，对吧？大家都死了，是吧？而且地球它现在不可能毁灭。就跟币圈它现在不可能毁灭是一个道理，对不对？明智的做法是什么？就是你保持原有仓位不动，最多呢就是在跌到一个极限低点了以后，在低位补一些仓，拉低你的均价，这样就等于提高你的利润了。因为等它涨回去了以后，你的利润会更高，这样还可以，市场是不会出问题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啊，也给出了包括 AVAX 还有企鹅币的一些极限点位。上一个节目我也说了企鹅币的极限点位，你们看企鹅币每次就是跌到 1.2 左右，甚至呢最多戳穿了一下1.2到了 1.17 1.18， 然后呢又猛烈反弹，对吧？企鹅币它的合约是安全的啊，你买进去是没有任何担忧的。企鹅币的涨跌是纯市场行为，听懂了没？我刚才都说过了啊，纯市场性的、生态性的，那它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就怕是这种人为的捣乱。但是呢，你把币圈这个生态放大了去看，无非就是上层人和下层人嘛。这个生态是富人和穷人、上层人和下层人都需要的，谁都离不开它，谁也都不会让它毁了。穷人们想靠这个做发财梦，想靠这个翻身，而富人们呢，又要靠这个去割韭菜，谁都没有毁掉它的理由和借口。而且呢，你们看啊，币安 OE 提前砸盘，
这是一个比较有趣儿的现象啊。一方面呢，确实是可能为了自己的资金需要，砸盘把这些人都亏光啊，把这些人都爆仓了以后，到清退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少给人家退点钱嘛，对吧？啊，爆仓一个人就少退一个人，爆仓一堆的人，那就是少退一大笔钱呀，对吧？而且呀，提前这段时间把这个盘子砸下来，这一方面也是反人性操作。你们可以这样想啊，一到清退了以后，大家交易可能就会变得非常不便，也就是说，你在那个时候去抄底儿，去进场会比较难。所以呢，我预计啊，这个砸盘啊，在接下来几天可能还会有一波小的高峰，一直持续到清退的前夕啊，前夕，然后呢，直到把你们清退了以后，他再拉盘，他自己筑底儿，然后这些人被清退了以后，肯定是想玩的该玩的还是会继续玩，跑到那些去中心化交易所，比如 PancakeSwap。所以呢 ，PancakeSwap 在这个月的中下旬也有可能会有一波行动吧。啊，这一步棋也比较险，但是呢，我是比较看好真正到15号啊，还有可能不会砸啊，15号反而会拉一波啊，机构们把钱先弄进去，让大家看到，哎呀，涨了，我赶紧得弄钱去哪儿？去中心化交易所，然后嘞，把钱再弄进去以后，可惜你已经被人家铺底了，这些都是大数据能分析出来的。15号拉一波以后，可能还会再砸完了以后，再让币安接这个月的末班车，这是我认为我分析出来的剧本啊。总之呢，这个月不会太平，但是整体的策略就是这样啊，现货拿好，逢低抄底，别慌啊，又不是你一个人死。然后呢，就是找到像 Axie 塞拉这种潜力游戏的预售宝箱。那 Axie 塞拉，你看买到预售的人都已经赚几十倍的赚了，是不是啊？买到就是赚到。当然了，面具人我也找到了一款比较好的游戏。我这几天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任务了嘛，没有什么活了，我可以开始推广新的项目了。当然了，面具人我不是随便推那种野鸡项目的啊。你们看我到现在推的区块链游戏只有2款，对吧？而这2款游戏，他们的利润、他们的收益，你们也是历历在目的，对吧？不信的可以去搜一搜，看看塞拉的宝箱，看看 Axie 的土地宝箱，你就知道了那个利润有多高，并且呢，是不是稳赚不赔的？不信你们自己再去搜一搜，看一看是不是稳赚不赔，是不是暴利啊？但是呢，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可是呀，这个月你们还会有一个好机会。先等我给我的会员们布局好了以后，我也会提前的、尽早的给各位带来一个好的东西啊。别急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啊，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清退。哎呀，你别咬我的耳朵呀！我靠，一直在说清退大家可能非常担心，就是被交易所清退了以后，咱们该去哪儿呀？咱们该怎么办呀？从哪儿买币？从哪儿买 USDT 呀？针对这种问题啊，面具人我也已经给大家找到平台了，我也已经给大家找好退路了。这个平台的商业模式也确实很不错，但是呢，我目前是先给我的会员们推荐使用，过段时间呢，我就会透露给大家。毕竟呢，我要让我的会员们先受益，先赚钱，对不对？你是会员吗？啊？我一说会员你就兴奋了，你也想赚钱啊？各位观众们，各位面粉们，如果有想要参加面具人的早期项目，以及获得更加准确的币的入场点位的，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当然了，你们也可以不加啊，自己随便操作嘛，或者是参加一些画画培训班。总之呢，祝你好运。我们都在会员群里面赚钱呢，你在哪儿呢？ Goodbye。不信的去看一看往期节目吧。